从过去到现在，人们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恐惧，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伟大航路，寻找深海的宝藏。无数渔船的归来，带回的不仅仅是满载的金银，更多的是关于深海中怪物的传说，比如能够迷惑人心的海妖赛人，亦或者是能够卷起巨浪的海妖克拉肯。今天老烟斗就给大家讲一讲，在北欧神话和小说中人气极高的深海巨妖克拉肯。深海巨妖克拉肯也被称为挪威海怪、北海巨妖，是扭曲的、缠绕的生物的象征。它居住在挪威和格陵兰岛海岸附近，平时浮于海底，偶尔会浮上水面。相传，在末日来临那一刻，它会和巨蟒耶梦加德一起浮出水面，摧毁世界。根据记载，克拉肯体长155米，体重330吨，外表类似于螃蟹和鱿鱼的结合体，身躯被厚厚的甲壳覆盖，刀枪不入，并且生有极其有力的触手，可以轻易缠绕住最大的战舰，将其拍碎。它能够制造出一种名叫斯卡加拉格的巨大漩涡，在眨眼间将船卷入洋底，故而它也是海洋中最危险的怪兽之一。由于克拉肯的巨大，导致人们有时会错误地将它当成是一个岛屿，并且纳入地图，甚至有不少水手会在上面安营扎寨。一旦海怪沉入海底，水手就会一同葬身海底。作家雅各·沃伦伯格曾称呼克拉肯为螃蟹鱼，并在小说中仔细描述道，它并不是那么大，加上头和尾也没有奥尔兰岛大，并且它一直住在海底，被无数的小鱼包围着，用排泄物喂养了大量的鱼群，而作为回报，这些小鱼也成为了克拉肯的食物。正因如此，渔夫只要进入它的休憩场所，就可以满载而归。记住，当克拉肯渐渐地上升至水面，特别是距离海面18至22米的位置时，小船最好移出它的四周，因为之后它会张开，就像是浮动的小岛，然后从它那可怕的鼻孔里喷出水来，在它的周围产生环状水波，可以延伸至好几英里开外。因为鱼类总是聚集在克拉肯附近，在挪威当地，如果一个渔夫的捕获数量异常多，他们往往会互相揶揄，你一定是在海怪上方捕鱼。虽然关于克拉肯的种种的描述似乎都显得不可思议，但是历史上的的确确有克拉肯的身影浮现。我举几个出名的例子。一、杀人海怪。上个世纪，一名叫让马格纳斯·登斯的船长称自己在西非抛锚时就遇到了这只大海怪。当时他所驾驶的丹麦帆船已在西非海岸停泊了3天了。登斯命令船员刮擦和清洁船外，可当水手们擦洗清洁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海怪出现了。他用2只巨大的触手搂住了2个吓坏了的人，并在船员的尖叫声中把他们拖进了海里。随后又伸出第3只触手，蜷曲在另一名水手身上，试图把这个水手也卷入海中。其他船员反应过来，冲上前去用弯刀砍断了怪物的手臂，才将水手解救下来。尽管随后众人多次用鱼叉攻击怪物，可他最终还是安全地沉入了水下。前2个受害者的尸体再也没有找到，第3个水手也在那天晚上死了。2、可怕触手。一名叫本约翰逊的水手表示，曾在捕到的抹香鲸嘴里发现过35英尺长的可怕触手，那触手极其巨大，上面的吸盘也很骇人，而且根据观察，这触手还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段，因此船上的船员们都一直认为这是属于海怪克拉肯的触手。无独有偶，另一名叫做雷诺兹的青年也自称看到过巨大的红色海蛇袭击鲸鱼，结果发现所谓的海蛇是一条触手，上面布满了吸盘。著名作家德蒙·福特曾感叹道，海怪张开怀抱能横跨直布罗陀海峡。人们对待克拉肯的传说越加的相信，就越加的好奇，究竟深海是否存在巨大海怪呢？亦或者说，克拉肯究竟是凭空想象的，还是真有原型呢？1873年，人们首次捕捉到完整的大王乌贼的尸体，第一次将巨大海怪的传说变为现实了。
2014年1月中旬，日本生物学家与 NHK 探索频道在经历了1000次的出航、超过400小时的潜水搜寻任务，更是首次在630米深的海中拍到了克拉肯的原型大王乌贼的身影。届时，人们才意识到，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的大王乌贼，的确生活在这片海洋中。大王乌贼实际上是鱿鱼，而不是乌贼。它们一般活跃在200米至400米的水域，长有5对腕，其中有1对特别长，可以抓住食物往嘴里送，称为触腕，体重较轻，性情凶猛，以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食，并能与巨鲸搏斗，成年长度约为20米。尽管其身形比传说中克拉肯的155米的身长迷你了不少，但是仍然有接近几层楼高。由于大王乌贼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深海的黑暗中度过的，一般只是在死后或垂死之时才浮出水面，或者被海潮冲到岸边才被人发现。因此，也有很多人认为，航海史上所出现的海怪克拉肯很可能并不是大王乌贼，而是其他的未知生物。最后，喜欢听故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公众号乌鸦听故事，回复111获取近期最为火爆的灵异故事，让你在夜深时刻不再孤单。